韩国女模特竟然来上海表演吃播，什么身材管理全都是浮云，5天4夜的时间吃了18家饭店，很难想象她吃这么多年泡菜是怎么熬过来的。魔都上海作为韩国人的消费天堂，不论大小博主都要来凑个热闹，这位韩国模特自然也不例外。刚落地上海就钻进了一家商场，作为9头身的女模特穿什么都好看，是个天生的衣架子。当然小饰品也要买上几个，吃饭前先来一杯喜茶润润喉，小甜水也是韩国人的最爱。随后来吃粤菜点都德，招牌红米肠粉不仅外观精致，味道也是超一流。말문이 막히는 맛이네. 안에 새우가 있는데 튀김이 감싸져 있고 그 튀김 겉에 쫀득한 만두피가。妹子不仅相貌长得漂亮，对美食说的也是头头是道，而小编连各种糕点的名称都搞不清楚。晚上自然要去外滩打卡，在露天酒吧点了3杯鸡尾酒，身后就是魔都最繁华的夜景。这种环境不单单是惬意可以形容了，妹子才知道中国人这么会享受生活。微醺后转战珠光玉火锅馆，这和点都德的清淡是2个极端。珠光玉火锅是无辣不欢，而且是越辣吃得越过瘾。吃完火锅再来个冰淇淋去火，该说不说妹子的胃是真抗造啊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妹子今天的行程是迪士尼乐园，去之前当然要好好炫一顿麻婆豆腐外加东坡肉，这也是韩国人喜欢的经典菜品。一口麻婆豆腐打开味蕾，再来一大块东坡肉，吃嗨的妹子又点了一份蒜蓉大虾，这种吃法坚持1个月，回去估计也要和模特说拜拜了。饭后又来个一绝冰淇淋，此时妹子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哈哈，妹子又狠狠咬了一口，原来这杯子是真的能吃。来到迪士尼乐园，今天的天气非常友好，妹子直奔极速光轮项目，体验一下飞一般的感觉。随后在园区里逛起了各个景点，疯狂动物城里的卡通人物接连登场，让妹子忍不住跟着他们的脚步，沉浸在动物的王国里。直到晚上看完了烟花秀，妹子才结束今天的行程。回市区一头扎进了足疗店，跑了1天脚确实受不了。晚餐来到很久以前羊肉串，这家店出现在所有韩国人来上海的攻略里，可见它的味道完全拿捏了小韩。就连蛋炒饭都是颗颗晶莹粒粒饱满，这顿饭吃得非常享受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打扮靓丽的妹子来到一家咖啡馆，点了一份价值2万韩元的吐司，害怕吃不饱，她又加了一个汉堡。美好的心情从一顿美食开始，她发现上海的街头巨干净，不管走到哪里都非常整洁。在武康大楼匆匆打卡后，妹子来到夜上海吃烤鸭。北京烤鸭作为闻名于世的经典菜品，表皮烤得焦香酥脆，再配上鱼子酱，一口下去简直可以原地飞升。回酒店，妹子又买了2个鸡腿雪糕，这个造型虽然很抽象，但味道比前2天吃的都要好。时间来到第4天，妹子又来吃播了。今天的主菜是蟹黄拌面，360块的价格对她来说毫无压力。妹子此行只在乎美食的享受，至于金钱和身材管理都是浮云。炫完蟹黄面又转战咖啡馆，妹子点了一杯鸭屎香槟咖啡用来消食。作为模特，对好看的衣服也是没有抵抗力，妹子这身材穿啥都好看，只穿过的当然统统拿下。晚上在外滩预定了一家米其林餐厅，这家店的烤鸭也很有特色，因为她昨天吃过了烤鸭，今晚以各种糕点为主，还点了一份黑胡椒牛肉。요 흑고추 소고기도 있는데요. 时间来到第5天，妹子开屏就来到了红盔甲，这家店的小龙虾那是一吃一个不吱声，妹子彻底被中国美食折服。这5天的上海之行尝遍了各种攻略上的食物，她真有放弃模特职业的打算，想好好待在中国寻找5000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各种美食。